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哦，你现在正坐在一架平稳飞行的客机里面，高度大概在3万英尺左右，窗外可能有点雷雨，但一切看起来都蛮正常的。突然之间，一颗发出那种幽暗蓝光的球体直接出现在机舱里面。哇，这画面真的很像电影。对，超有画面感的，而且它没有像一般闪电那样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雷声劈下来，它是直接穿透了飞机的金属舱壁。重点是没有破洞，也没有触发任何的施压警报，完全没有物理破坏。没错，这颗光球就这样沿着走道非常安静的漂浮，它甚至还闪过了一台空服员推着的饮料车，然后大概几秒钟之后吧，它就凭空消失了，只留下空气里面那种淡淡的臭氧味。听起来真的非常像某种科幻电影的开场，或者是超级英雄觉醒的那种桥段，对吧？真的，一般人听到觉得是假的。但这其实不是都市传说哦，也不是什么模糊的灵异目击事件。我们如果在已知资料的核实事实层面上来看， NOAA 也就是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还有美国气象学会，他们其实早就正式承认了这类现象的真实存在，就在科学上我们就是称之为球状闪电。对，这才是整个事情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对，你想想看，既然官方跟主流科学界都承认了，这就变成了一个让顶尖物理学界极度尴尬却又不得不直视的房间里的大象。没错，因为它就摆在那里。对啊，现象就摆在眼前，可是统一的科学解释到今天依然是支离破碎的。哇，所以这是一个被官方认证，而且有大量目击记录的真实现象。可是很多人听到球状闪电，可能会直觉以为，那不就是普通的云对地闪电，只是形状刚好缩小成一颗球吗？其实这是一般人最常见的误解。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这道深度解析中，我们要带你一层一层剥开这个让全球顶尖物理学家都头痛不已的谜团。我们不只要看主流科学过去70多年来为什么会全面卡关，我们还会引入手边资料中一个极度前卫的新视角，来重新解码这颗能存活超过1分钟的闪电。好，那我们先来看看主流科学为什么会卡关。要理解这点，我们必须先看清楚这颗球的观测特征。这些特征可以说完全打破了我们对电与能量的传统认知。第一的致命的异常就是寿命。刚刚有提到，普通闪电是微秒级别的，对，转瞬即逝，但球状闪电可以稳定存在数秒钟，极端一点的记录甚至能超过1分钟。等一下，1分钟，这在热力学上听起来非常不合理吧？如果它是一团高能量的活球或者电球，在没有持续供电的情况下，能量不是应该会瞬间往四面八方辐射散失掉才对吗？完全正确，这正是2021年《地球与空间科学史》这篇回顾文献中指出的第一个主流理论死胡同，也就是电浆模型。电浆模型，也就是等离子体吗？没错，科学界最初认为它就是一团被某种电磁场封装起来的电浆。但问题是，电浆要维持状态，需要极高的温度和持续的能量输入。就像家里的微波炉，电源一关，里面的能量就没了。就是这个概念。一团暴露在一般大气环境下的高温电浆球，一旦失去外部闪电的能量补给后，应该在几毫秒内就会冷却熄灭。它能维持60秒，这就等于是违反了热力学的能量耗散规律。原来如此。那既然电浆模型解释不了寿命的问题，科学家肯定有提出其他不用依靠持续供电的模型吧？比如，它会不会根本不是电，而是某种被闪电点燃的物质？确实有这个方向的研究，当中最著名的叫做细蒸气模型。细蒸气模型，这听起来像是化学反应。对，这个假说认为，当强烈的普通闪电击中含有二氧化锡的土壤时，极端的高温会瞬间把土壤气化，产生细的奈米粒子。然后这些粒子跑到空气中燃烧吗？没错，这些粒子被喷射到空气中聚集成一团，然后慢慢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燃烧反应。因为它是缓慢燃烧的，所以它看起来就像一颗发光的球，而且可以存活好几秒钟。这个理论在实验室里甚至被部分重现过。听起来很合理啊。那这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可大了。这个假说看似解决了寿命的问题，但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漏洞。我想到了。你刚刚才提到有可靠的飞行日期记录显示，球状闪电曾经出现在3万英尺高空的民航机机舱内。没错，重点来了。在那种高度，闪电是要去哪里击中土壤？飞机上哪来的二氧化锡给它气化？这就是非常精准的质疑。
不仅是高空飞机，许多发生在市区高楼层室内，甚至是在完全没有土壤的船只甲板上的目击事件，细蒸汽模型都完全无法解释。所以这条路也走不通。这就是主流理论面临的尴尬处境。为了解决这个漏洞，后来又有人提出了微波腔体模型，认为是大气中存在某种隐形的电磁驻波，刚好把能量锁在一个节点上。但这同样说不通吧？所谓的驻波腔体通常需要一个完美的反射空间，像是微波炉的金属内壁，开阔了户外大气层，哪来的完美反射壁？确实是这样。而且，如果它是空间中的驻波节点，它应该是固定在原地的，怎么可能还会逆风转弯，甚至跟着人移动？主流物理学的困境就在这里。这70多年来，科学家提出了化学燃烧、微波驻波、核分裂，甚至反物质的模型，但结论非常残酷。也就是说，模型一大堆，但没有一个能用的。我们有各种模型，却没有任何一套能够优雅地吃下所有的观测特征。用化学模型解释不了高空和室内生成，用电浆模型解释不了长寿命，用任何传统模型都解释不了它为什么能穿透玻璃和机舱却不造成破坏。也就是这对拼图的边角料根本拼不出一个完整的球状闪电。所以如果我们用物质燃烧的剧本读不通这颗球，用放电现象的剧本也解释不了它的穿透性。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一直试图用传统的平面物理框架去硬解一个完全不同维度的现象。看来我们需要换一本全新的剧本了。没错，这就带出了我们手边资料中一个极具颠覆性但也极其严谨的新理论框架，叫做 PTQ 理论。PTQ 理论，这听起来很硬核，它是什么的缩写？它的全名是 PT 对称四元素时空理论。这几个字拆开来我都认识，合在一起就变成天书了。没关系，在这个前卫的物理语言里，球状闪电根本不是我们常识中燃烧的物质，也不是聚集的点核，它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局部背景口核异常。局部背景口核异常，好，我们把这个概念白话化一下。如果它不是物质，也不是电荷，那这颗发光的球本体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从时空的几何形状来切入。当一场极端剧烈的雷电发生时，局部的电磁能量会飙升到一个临界值。就是能量超级大的时候。对，在 PTQ 的视角里，这种极端密集的电磁能流，物理上称为能量动量张量。这种能流会因为过于巨大而在瞬间对周围的时空结构产生压迫。我记得爱因斯坦说过，质量可以扭曲时空。是的，而在这里不是质量，而是极端的电磁能量激发了时空的一种特殊属性，理论中称为几何激活子 epsilon。几何激活子，你的意思是，就像一颗保龄球放在弹簧床上会压出一个凹陷，只不过现在压出这个凹陷的不是有质量的保龄球，而是极端密集的电磁能量。顺着你对弹簧床的思路，当电磁能量大到一定程度，这个凹陷不仅仅是弯曲，它甚至在局部发生了形变与闭合，变成一个泡泡吗？产生了一个寿命很短的几何稳定区。在那几十秒内，那块局部的时空几何被扭曲成了一个独立的泡泡。球状闪电那些惊人的光和热，其实是被锁在这个时空泡泡里面了。原来如此，所以它不再是一个在空间中移动的火球，而是包含了能量的时空泡泡本身在移动。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视角的转换太有意思了。好，如果我们接受它是一个包住能量的时空泡泡，那接下来就是最硬核的问题了。请说。就算它是一个几何泡泡，它凭什么能穿透飞机的金属舱壁，还有家里的玻璃窗？两个实体物质不能同时占据同一个空间，这是牛顿物理学的铁律啊。如果用传统物理的眼光看，这确实不可能的。但在 PTQ 这个几何物理的视角下，穿墙反而成了最自然的现象。怎么说？这里我们要解码一个核心机制，叫做扣合抑制。在 PTQ 理论中，泡泡内部的能量受到一种叫做 PTT 投影算子的空间滤网机制调节。这个投影算子听起来有点复杂。它的具体数学原理我们暂且不表，你只需要理解它的功能。这个机制大幅度压制了泡泡内部的物质与外部背景环境的交互作用强度。交互作用强度被压制了，这听起来很像我们在玩3D 电子游戏的时候，人物如果遇到系统发生破土 bug。游戏的 bug。对，就是人物会失去跟墙壁碰撞的物理判定，然后他就可以直接穿墙走过去。球状闪电在穿越机舱时，是不是就像大自然在这里暂时关闭了碰撞语法？顺着你这个游戏破图的思路来看，大自然在这里确实关闭了碰撞判定，因为球状闪电所在的几何相位跟那面墙壁或
或者是那块玻璃所在的标准物理背景产生了不切合。这是处在不同的图层的意思吗？对，它们虽然在同一个三维坐标上交汇，但因为所处的几何相位不同，彼此之间几乎不发生摩擦碰撞或热量交换，这就是核合意志的本质。原来这就是为什么他穿过窗户时看起来像幽灵一样，并不爱把玻璃打碎或融化。没错。虽然这个机制在逻辑上能完美解释穿墙和长寿龄的现象，但身为一个讲求实证的人，我们不能只说因为大自然破图了，所以它能穿墙，就这样结案。科学不能只靠完美的理论推演吧？这是当然的。区分已知观测和理论预测是非常核心的科学精神。目前 PTQ 理论对球状闪电的解释还处于理论框架推演阶段，所以我们还没有100%的证据。那如果它真的是天然的几何泡泡，我们该如何去证明它？如果它不跟常规物质发生交互作用，我们用现有的科学仪器要怎么抓到它？一个具备科学价值的理论必须能给出可以被检验的预测。如果球状闪电真的是一个几何泡泡， PTQ 理论给出了3大类硬核的观测预测，只要我们在未来的实地观测中抓到这些特定数据，就能证明这套几何理论是成立的。好，我们来具体看看这3个预测是什么。第一点，如果常规的温度计或摄影机抓不住它的本质，我们到底该量测什么？第一个预测是多模态共识事件。这听起来又是个专有名词。简单来说，如果球状闪电是时空度规形变产生的泡泡，那么当这个扭曲的时空结构试图恢复平静时，它会产生一种特定的震荡，也就是会发出某种讯号吗？理论预测，这种震荡会在射频频谱上留下异常的痕迹，大约会在 1.6 GHz 附近出现特殊的讯号。这可不是普通闪电那种杂乱的电磁波干扰。意思是说，这个 1.6 GHz 的讯号不是里面的电子摩擦发出来的，而是那个时空泡泡本身的脉搏。没错，就像拨动吉他弦会有一个特定的音高， 1.6 GHz 就是时空几何在放松时发出了特定音高。这个吉他弦的比喻非常贴切。我们量测到了将是时空本身的频率。接着是第2个预测，非热力学稳定性，也就是跟温度有关的。对，如果它是燃烧的火球，亮度必然跟温度成正比。但 PTQ 预测，球状闪电可能是一种相对低温的冷光。好，如果能量被这个拓扑笼子锁住了，不跟外界交换热量，那它发出的光是怎么来的？如果没有热辐射，我们是不是能从温度上看出破绽？根据理论，它发出的光不是来自内部化学燃烧的热黑体辐射，而是来自几何边界层的微观扰动导致的光子泄漏。光子泄漏。这意味着你可能会观测到一颗刺眼明亮的光球，但用红外线热像仪去看，它的表面温度可能跟室温差不多。这也太反直觉了吧，这么亮却不热。它的稳定性来自于几何结构的隔离，这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它可以不消耗燃料就存活超过1分钟。这种低温高亮度的特征确实非常容易在未来的观测中被验证。那第3个预测呢？我们当然说它有扣合意志，不跟常规物质互动。那如果它碰到的是一根金属电线呢？这就是第3个预测，边界交互规则。当这个几何泡泡接触到金属或良好的导体时，理论预测它会在导体中产生一种非接触式的应导电流。等一下，既然它不跟金属发生传统的碰撞，也没有释放常规的磁场，那是什么力量推动了金属里面的电子产生电流？这是透过一种称为非局域性扣合的机制。听起来很像隔山打牛。没错，虽然球状闪电没有用传统的电荷去撞击金属，但它周围空间几何的扭曲本身改变了金属内部自由电子运行的路径和状态。这就像是你在平坦的桌面上滚动弹珠，如果桌面突然局部倾斜了，弹珠的轨迹就会改变。即使你没有直接用手去推弹珠，空间几何的变化带动了电子的异常流动。非常好的比喻，完全就是这个道理。整理一下我们今天的探讨。过去70多年，我们把球状闪电当成一个气象学上的怪胎，觉得它貂皮捣蛋，不遵守热力学，也不遵守牛顿力学。但透过 PTQ 理论的视角，我们发现它根本没有违反物理规律。只是我们一直拿着平面物理的旧剧本去解读一段几何物理的新对白。提出 PTQ 理论的学者认为，球状闪电其实是大自然在极端雷暴的压力下，不经意间向我们展现的一段时空代码修正。时空代码修正，它向我们揭示了，在特定的极端条件下，时空是可以被局部解口的。也就是说，
大自然其实一直把更深层次的物理规则摊在我们面前，只是我们以前没有合适的数学语言去读懂它。如果未来这3个预测，也就是1.6 GHz 讯号、冷光现象，还有非接触诱导电流，真的在观测中被证实了，那这颗存活1分钟的闪电，就不再只是气象学家无法解释的谜题了。它会成为一把钥匙。没错，如果人类能够理解，并在实验室里重现这段几何代码，学会如何像大自然一样透过几何共鸣来锁定巨大能量，那将会彻底颠覆我们对能源的运用。就像核融合那样吗？对，例如我们可能不再需要建造厚重且昂贵的磁飞轮或是超导体来约束核融合的电浆，而是直接利用局部的时空几何结构，打造出完美的没有实体边界的能量容器。哇，这等于是掌握了操控能量的全新维度啊！下次当你在安全的屋内看着窗外雷雨交加的天空时，不要只看到那些瞬间即逝的普通闪电，试着想象一下，在那些狂暴的电磁能量背后，大自然可能正在短暂地改写着时空的几何规则。确实，那颗曾经穿透玻璃，留下一股臭氧味的神秘光球，或许正是通往人类全新物理世纪的入口。这个能把能量锁住的几何泡泡，到底还藏着什么我们尚未发掘的物理宇宙？这个问题就留给你慢慢思考。我们下次的深度解析再见。